哦啦啦，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全世界最惊人的10个2024年预言。辛普森家庭呢是如何预测未来人类灭绝的灾难的呢？作为一个地球人相信没有人不知道一部名为《辛普森家庭》的动画。这部从1989年12月起就开始征服全球观众的美国动画呢，是以河马和玛吉辛普森一家为中心的。他们的冒险故事是发生在一个虚构的美国的小镇斯普林菲尔德。起初呢，它仅被视为家庭娱乐的一部作品但事实证明呢，它的幽默背后隐藏着惊人的预见性的。众所周知呢，辛普森一家被誉为最长寿的情景喜剧动画片了，甚至被尊为毒鸡汤动画的鼻祖。它的魅力呢，不仅在于各种美式的幽默，更在于它对于许多事情的惊人预测。从政坛的动荡到科技创新，到社会的变迁，乃至于国际的冲突全部都有。根据外媒统计呢，辛普森一家至今已经成功预言了30多次未来事件，并引发了无数忠实粉丝对其中的阴谋论的一种热议。今天呢，我们就来讲2024年那些震撼人心的10大预言。第10名呢，就是2024年川普当选。在2024年呢，巴特辛普森呢通过一个名为未来视镜的神秘装置呢，窥见了自己未来30年的人生。他就发现了自己的人生呢一片暗淡，困顿于父母家中，郁郁呢而不得志。与此同时呢，丽莎成为了一位杰出的环保主义者，而河马呢则是失业的工人。令人震惊的是在当时的那个电视上，他看到了川普2024的一个画面，似乎就预言了川普即将成为2024的一个领导人。而这一幕虽然被视为幽默与讽刺，因为在那个时候川普仅仅是一个商界或者是媒体人物却突然变得意味深长了。到了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呢，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会议上，超过了2400名共和党代表正式选出总统候选人选。果不其然呢，川普被正式命名为党内的候选人。在这一系列突发事件中的表现呢，让他赢得了极大的声量与人气。辛普森一家甚至不满足于仅仅预言川普的胜利他们还展望了川普女儿伊万卡的政治前途，并在2016年的10月呢，就大胆预测了她会在2028年竞选美国的领导人。尽管当时呢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那伊万卡仅仅39岁且政坛经历尚浅，但她在其父亲川普任期内担任过顾问的经历呢，已经为她的政治之路呢奠定了基础。辛普森一家对政治未来的预见呢，是否再次会成真呢？而2028年是否能够见证伊万卡迈向总统宝座的奇迹呢？第9名是移民火星。辛普森一家中第27期第6集中呢，男主河马的第2个孩子丽莎报名参加了火星移民志愿者的故事。丽莎和母亲成功移居火星的一个桥段呢，曾被视为遥不可及的科幻童话。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呢，伊隆马斯克这位科技天才正将这一梦想呢逐渐变为了现实。他不仅公开宣布要在火星上建立人类的居住点，甚至还不惜出售价值过亿的豪宅以筹集资金。这一系列的壮举就让人不禁的感叹或许辛普森一家所描述的未来乌托邦呢，已经不再是幻想了。因为马斯克的目标是在2050年将100万人送上火星，并为那些无力承担费用的人呢提供贷款或者是工作的机会。尽管有人质疑这一项宏大的计划不切实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雄心壮志与坚定呢令人佩服。巧合的是辛普森一家呢预言中的2051年呢与马斯克的时间呢是极为相近的。所以在下一次观看这部经典动画的时候呢，请别急于嘲笑那些看似荒诞的剧情，他们可能正是对未来世界的精准预言呢。第8名呢是婴儿翻译器了。在新生儿的哭声呢，是他们与世界沟通的唯一的一座桥梁而这些咿咿呀呀的这个声音呢，往往都令很多父母受到很多困惑。想象一下，如果拥有一个神奇的这个婴儿翻译器的话，这些很难的问题将变得迎刃而解在辛普森家庭的第3季中呢，赫伯·鲍威尔就曾经设想并创造了一件这样的设备，它能够解读婴儿的哭声以及咿咿呀呀的声音，并将它转换成为成人可以轻易理解的语言。这并不是一个荧光幕上的幻想，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呢，似乎类似的技术也正在不断的推进。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计算机神经心理学家安德森博士呢，于2013年就创建了一个名为 ChatBaby 的项目。而这个项目呢，一直在通过计算机学习算法来解析婴儿的哭声，并从中发现背后的情绪和需求。这个项目不仅帮助父母会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感受，更有可能会成为诊断自闭症或者是神经发育障碍的关键工具。目前呢，已经收集了1700多名的儿童的哭声的数据为这一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呢，在瑞士的一家企业呢，声音之梦公司呢，也在探索相遇的领域。
他们分析了数百万个小时候的这个婴儿哭声的哭泣的频谱图，并开发出了一套分类系统呢，来解读这些哭声背后的原因，比如说饥饿困惑或者是需要安抚各种情感的需求。那么这项技术出现呢，就意味着未来的父母与孩子的沟通将会变得更加的便捷与直接。那新生儿呢，就无需再通过模糊不清的声音来表达自己了。相反呢，婴儿翻译器将成为现实的一部分。随着科技的进步呢，或许我们很快就能够与这些小生命呢无障碍的对话。第7名呢是机器人智能革命。曾经呢，机器取代人类的想象呢，宛如未来小说中的奇异情节，但是现实呢已经不容我们否认了。在辛普森一家23季中的一集呢，深刻就描绘了这一转变。河马辛普森呢，因雇主引入了高效、成本低廉的机器人而失去了他在核电站的工作。这些机器人不仅能够处理复杂的任务，还能够不眠不休地持续工作，不再需要休息或者是加薪水了。随着机器人的技术的迅猛发展呢，诸如自动驾驶汽车、虚拟助手等应用呢，逐渐成了日常。而纪录片《机器人革命》也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里面就是说，自20世纪以来呢，技术革新呢，预计将导致制造业85%的工作呢，在2030年的消失，影响了全球将近8亿个工作岗位。那么在客户服务领域呢，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采纳 AI 助手来解决客户的问题。那么这些系统利用自然语言的处理，理解需求呢，并提供解决方案。在疫情期间呢，无交叉感染的风险呢，具有高劳动强度的酒店送餐机器人和无人机呢，更是频繁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而如今呢，扫地机器人也已经成为了每个家庭的常备装备了。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呢，也感受到了来自于全球自动化的竞争，包括仓库物流中的一些机器人也正以高效的分拣包装呢，来取代人类。其实机器人呢，正在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而第6名呢是未来悬浮汽车。在辛普森一家第16季第15集中呢，我们就被带入了一个充满想象的未来世界。这里呢，河马辛普森与布什总统的女儿所引发的危机，而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面禁烟政策。而河马和春田镇的其他居民们对这一政策呢极度不满，因为他们钟爱吸烟这项活动嘛。因此呢，河马就购买了一项磁悬浮汽车呢，以规避法律的限制，并在空中呢自由的吸烟。那这辆车不仅成为了他与巴特之间竞争的焦点，还引发了一系列的空中追逐与意外的冒险。其工作原理呢，基本是强大的磁场原理，底部呢装有磁铁产生向上的浮力，并与内部的线圈的电流产生磁场相互的作用，以达到稳定的悬浮的作用。那顶部的电磁体呢，进一步的抵消重力，以确保车辆的稳定漂浮。随着道路与交通逐渐过时呢，天空就成为了一个新的交通的路径。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辛普森一家的这个漫画呢，如今却逐渐成为了现实。在俄勒冈州的山姆森天空公司呢，刚经过14年的努力研究在2023年的11月就实现了首款飞行汽车的历史性飞行首秀。虽然这一款革命性的产品尚不能垂直起降，但作为合法道路的汽车的性能令人印象深刻。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200公里每小时，并在3分钟内呢，可以从道路模式呢瞬间切换到飞行模式。在天空中呢，以高达322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呢，翱翔于3962米的高空。尽管预期的售价为17万美元，且需要飞行员执照来操作，但是山姆森天空公司呢，已经收到了超过2300份的订单，并筹集到了4.72亿美元的资金，远超其1000万美元目标的筹集资金的这个金额。预计呢，将在2025年呢开始交付这款梦寐以求的飞行神器给耐心等待的客户。这个令人兴奋的故事呢，不仅是对未来科技的一次大胆的预测呢，也深刻反映了人们对摆脱日常拥堵拥抱自由飞翔梦想的一个追求与期待。第5名呢是金融危机。在辛普森一家的预言中呢，似乎有着惊人的准确性。在这部动画中呢，一个视频就描绘了通货膨胀之后的美国经济危机它就展示了农业衰退、太阳耀斑和石油的价格飙升等各种现象。当这些虚构的灾难变成现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得不感到震惊了。最近呢，由于俄乌冲突呢，全球化供应链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作为化肥出口大国的俄罗斯陷入了困境而导致了化肥短缺或者是价格飙升，对依赖进口的国家就构成了巨大的打击。此外呢，太阳耀斑活动也不容忽视。在今年的4月到5月期间呢，短短6天就爆发了4次的太阳耀斑事件，这可能对地球的通讯以及电力系统造成严重的干扰。还有石油的价格呢，也不再是未来剧本中想象的内容。在
在现在呢，全球能源市场的波动中呢，石油已经成为了现实的问题。世界第3大经济体的增长停滞不前，而全球可能面临一场衰退的风险。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呢，在货币政策紧缩、信贷条件受限以及全球贸易投资疲软等因素的影响下呢，预计2024年全球的经济增速呢仅为 2.4%， 在疫情前的水平之下，并接近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的一半。自2020年以来呢，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已经连续持续了3年了，并有可能成为30年来最漫长的增速之一了。同时呢，在通货膨胀调整的情况下呢，全球的利率呢仍然处于40年来的最高位。到2024年年底呢，约 25% 的发展中的经济体的人口呢，以及近 40% 的低收入的国家的人口呢，可能会比疫情爆发之前更加贫困。第4个语言呢是声音控制潜意识。你可以想象音乐的韵律不单能够让我们的身体随之舞动嘛，更有可能成为洗刷心灵无形的力量。那回溯到2001年呢，辛普森一家的剧中就描绘了3位主角巴特、尼尔森和拉尔夫呢，他们以一个男子团体的形式横空出世，迅速就成为了街头的焦点。在制作人的力挺之下呢，他们一跃就成为了美国的超级巨星组合。然而 Lisa 呢却觉得这个背后隐藏着政府利用流行音乐操纵民众的一个企图。他们的演唱会却变成了一场军事化的表演秀。在动画里呢，粉丝们还模仿士兵的动作来舞蹈。在屏幕背后呢，大炮呢还悄然控制着战争机械。难道这只是一场幻想吗？实际上，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呢，音乐一直是激发人类情感、传递思想的一个强大武器。从振奋人心的国家赞歌呢，到深入人心的广告旋律，无所不包。现实中呢，也不乏这样的例子。邪恶的教派呢，通过改编流行歌曲呢，将其信仰呢植入到一些信徒的心中。在第2次世界大战时呢，德国也曾用高雅的音乐来掩盖其残忍的暴行。那展望未来呢，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加持之下呢，音乐平台将能够以更加精准洞悉用户的偏好，并以推送叠加更加个性化的内容。然而这种定制化的服务呢，也将导致人们仅能够接触到自己喜欢的一些音乐和观点，从而就加剧了认知偏见或者是思想固化。这难道不是一种形式上的精神控制吗？第3名语言呢是虚拟美食。你是否想过，如果连我们消化系统内的食物都可以通过虚拟实现的数据来模拟呢？那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奇妙呢？在辛普森一家第17季第11集中的这个情景呢，是在2030年的未来世界里，河马和马吉呢就通过一副神奇的虚拟现实的护目镜体验了一种名为虚拟现实食物的新技术。这项技术的创新可以让使用者在虚拟的环境中尽情的享受各种美食，而不必要担心真实世界中的健康问题。河马被这般幻境般的美食的体验深深的吸引，因为你没有吃进任何的东西嘛，但却可以感受到这个美食的味道。于是这个河马就每天沉迷于虚拟世界的美食的美味佳肴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呢，他就开始逐渐的忽视现实生活中的责任，他就不再关心工作、家庭以及需求了，完全的沉溺于虚拟世界的这个美食的盛宴之中。更令人担心的是他开始无法分辨现实与虚拟的那种界限，在现实生活中做出了一系列荒诞的行为。而在真实的世界中呢，一些艺术家或者是项目呢，正在探索如何将烹饪艺术呢与虚拟现实相结合了。比如说 RMX 项目呢，在迈阿密的艺术周首次亮相的时候就展示了这一概念。通过高精度的 3D 建模以及环境渲染和 AI 技术的应用呢， RX 项目成功就重现了世界各地著名餐厅的场景，并模拟了当地的气候、声音以及气味和味道。当用户佩戴 VR 设备并使用外部的手部追踪时呢，他们仿佛真的置身于米其林星级餐厅中品尝美食一般了。这种沉浸式的美食体验呢，不仅为人们带来了新的娱乐形式，还可能成为那些因健康原因而无法享受到一些特定食物的人的一大福音了。当这项技术普及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这会引发何种隐患呢？它可能会使人们过度的依赖于虚拟现实，而忽略真实生活的重要性，并导致社会的关系疏远，以及个人健康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因此呢，在追求科技革新的同时呢，我们也应该警惕潜在的风险，以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性嘛。那第2名预言呢是丧尸末日了。在辛普森一家中的第21季第4集中呢，一个引人入胜的剧情就让观众们大跌眼镜。小镇的汉堡店推出了一款新口味汉堡，初始受到好评之后，不久呢就引发了一场令人震惊的灾难。一名记者在尝试后突然就失控了，
并感染了整个小镇，人们就开始一个接一个的都变成了丧尸。这一现象的背后呢，就是这个牛肉酱而引发的连锁反应了。那高品质的牛肉被制成了酱料，再投喂给了牛吃，就形成了一种诡异的食物链。而在现实中呢，在2018年的美国的北部就出现过类似的情景，它呢名叫狂鹿症。这种传染病使得动物就当时变得很僵硬萎靡不振，呆滞无神，并且还具有可怕的攻击性。研究表明，这与软病毒是有关的，它是世界上与丧尸病毒最接近的存在了。更令人担忧的是，人类的基因中却也含有与之相似的这种基因链的，且这种病毒能在不同的物种之间是传播的。包括野生的猴子呢，因误食感染的肉而感染的例子呢，也是有所报道的。那科学家们当时就是忧心忡忡的也指出过，软病毒的感染是没有治疗办法的，一旦被恶意的利用或者是意外的感染的话呢，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呢，都有可能表现出极端的行为，无法控制身体动作，莫名的发笑，甚至是攻击同类等等。这与人们熟悉的电影中的丧尸场景是不谋而合的，不禁就让人们思考了那辛普森一家是通过剧情向我们发出了严肃的警示呢，还是生命与自然值得我们深刻的思考、敬畏和保护呢？第一名预言呢，就是世界末日大战了。当蘑菇云在地球的各处升起的时候呢，刹那间一切都化为了乌有，人类似乎迎来了末日的审判。而这一切荒诞的场景呢，竟然出自辛普森一家的电视。这一日呢，他们如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正在观看电视嘛，而发现屏幕中的一名享有盛誉的预言家正在被采访。他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言似乎永远准确无误，然而辛普森一家呢却对此嗤之以鼻嘛。与此同时呢，现实世界中呢，伯恩斯呢却对这则预言深信不疑。为了应对不可知的未来的灾难呢，他决定就召集社会各界精英共同打造一艘能够抵抗末日灾难的方舟。但在面对种族延续的重大议题的时候呢，伯恩斯就意识到不能仅凭一己之力前往避难之地，他必须与众人商议呢，究竟谁能够有幸被选中，并共同逃往新世界。不可忽视的是，在世界各地呢，虽然都是打着和平主义的主旋律嘛，但是战争的脚步却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几年前的俄乌冲突的爆发，如同一声警钟呢，震动了整个世界的心弦。而随后发生的巴以冲突呢，更是让世人目睹了冲突的真实残酷面。它们的发生提醒我们世界和平呢，从未稳固磐石。这个核武器盛行的年代的背景下呢，第三次世界大战与核威慑呢，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话题和焦点。那终极武器的存在，无疑就加大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潜在的风险与毁灭性嘛。一场全面的冲突可能会使人类文明走向终结，并让整个星球沦为一片荒芜之地。那么问题就来了在2024年这样一个不远的未来在翻涌着很多不确定因素的世界里呢，你是否会相信我们将目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呢？哦啦啦，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关注宇哥的账号，看更多后续精彩内容哦。